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2月17日下午的15点39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啊，周三凌晨3点啊，美国公布了一个加息政策，加息50个基点之后啊，美股开始一系列的下行动作，打破了一个反弹的趋势。那昨天呢继续下跌了0.85，那这轮行情当中，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就已经看到了一个标志性的阴线，也叫悟空阴线啊。前两根14节不算啊，后面的这根实体的阴线算作悟空阴线啊。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昨天晚间走出了一个8节阴线，那么我们就有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预期，会走出一个沙僧阴线、唐僧阴线啊。最终呢，这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会跌破一个非常重要的1690均线，位于32000点的1690均线啊。那这轮行情走的规律非常符合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啊，低点出现之后啊，低点在28746点附近出现之后啊，这里是一个波谷连线，形成了一个支撑位啊，在这里形成低点之后啊，开始一系列的反弹，反弹的时间级别我们判断是周线级别反弹，周线级别反弹之后啊，在高位的一个筹码密集区，也就是从去年5月份波谷连线连接过来的一个筹码密区反复震荡，并且在日线级别上形成了一个左低右高的双顶也就是 M 型顶的一个状态。这种结构呢，无论是数字货币市场还是股票市场都非常常见。左低右高呢，是一个又多的一个 K 线系统。那么这里出现之后，行情随即开始下行。那么在前面行情当中，我们确实在日线级别上看到了悟空阴线和8节阴线但是反弹过程当中，也就是这个诱骗性的 M 型顶左低右高的 M 型顶的这个位置杀死了悟空阴线，然后悟空阴线重新复活复活的标志性阴线呢，就是前天的这根阴线也叫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走8节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最终可能导致本轮行情出现什么呢？出现一轮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那么在周线上，我们看到了标志性的阴线在上周也就是12月5日这周已经走出来了。悟空阴线走出来了，目前8节阴线也已经走出来了，所以呢，周线级别上很容易走出一轮周线级别的下跌，最终呢让道指重新回到下跌通道中来，并且可能引发就是马斯克也在发推特他说当前行情非常悲观，他甚至卖空了卖出了他的特斯拉他持有的特斯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就对这个行情有一个预期，可能是大的熊市要来了我同样在这个行情上也有这样的预期，但是我的预期它是这样的，就是在周线级别下跌西游进入到下跌通道之后很可能出现平行于2020年2月份的这轮极端行情。那么极端行情出现之后这个利空这个空头宣泄之后，行情还会重新反弹。所以呢，当前时间点我们要耐心等待这个空头宣泄，特别是等待美股市场的空头宣泄完毕之后，多头呢是会有机会的然后我们回到昨天的这个我们回到比特币的行情中来。这轮行情我们看到BNB 是领跌的以太坊是领跌的那么最终因为美股的下跌呢，带崩了比特币的价格。那么在比特币的结构当中，我们首先看4小时级别我把这个线延长一些因为行情已经走到这里了。首先呢，4小时级别从19000美金跌到15500，这个快速下杀的过程当中它的一个筹码进行了4次不断的修复过程，修复过程当中形成了4次等位置波谷，这个等位置波谷位于16000美金。等位置波谷形成之后，行情正常来说，根据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谷法则，容易出现一个新的低点但并没有出现因为我们观察到美股正在进行的在之前的行情当中进行的是一个周线级别的反弹，所以呢带动了
比特币啊，它走出了一轮4小时级别的上涨。那么这个4小时级别的上涨吸油呢，让比特币的价格站到了4小时级别的140均线和169均线这个位置上并且这两条均线相互粘合。那么最终呢，到达了一个反弹的目标位$18,300然后我们之前讲解过程当中提到了$18,300这个位置呢，是由9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的一个压力那么上方还有压力呢，分别是位于$19,000的上轮行情波谷连线形成的一个压力。那么再往上呢，是日线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位于接近$19,500的这个压力。那么上方压力重重的情况下我告知大家一定要在$18,300附近开始做空为什么做空呢？因为这个压力线呢是由一个筹码密集区的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在$18,300形成的一个压力位。那么行情走到$18,300迅速开始下杀。首先第一根它是一个阳的十字星这个十字星呢有见顶的一个信号，同时呢结合外围市场，美股出现了一个加息50个基点虽然不多，虽然50个基点没有75个基点高但是50个基点加息之后，美股就死给你看所以昨天我在比特币$17,000之上就提示大家，只要加息，美股就崩给你看，就死给你看，甚至可能会改变它的趋势。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比特币已经出现了这个区域上的日线级别的悟空阴线和8节阴线。那么在这种趋势过程当中周末行情走完之后，下一周就有可能走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呢不断的脱离这个结构。同时呢，我们在4小时级别上看到了这个4次波谷，对吧？然后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实际上目前走出来的是3次波谷第一个波谷呢是在这个位置上这两个波谷应该在日线级别上得以合并，合并之后它两个算一个1、2、3，如果再次接近16000点的话，那在日线级别上就会出现日线级别等位置的4次波谷位于$16,000所以呢，$16,000这个位置上虽然有之前波谷的一个支撑，但如果符合江恩定律也就是说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谷法则之后很容易很可能出现一个新低。同时呢，在日线级别上我们要看长做短在最近的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悟空阴线和8节阴线，那么这个区域上可能会出现一个下跌洗油，对吧？那么在前面行情当中，11月8日这一天已经出现了一个更大时间级别的悟空阴线这也是日线级别，但是时间会更往前一些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走8节阴线，这个8节阴线第一根标志性阴线走出来之后，后面所有的 K 线呢，我之前反复提及，都是对我们下跌趋势的一个干扰性 K 线组，都叫妖怪 K 线，干扰了我们对行情下跌方向的一个判断。所以呢在8节阴线组走完之后8节主阴线在这个位置上8节的干扰性 K 线也叫妖怪 K 线走了1个多月在8节阴线组走完之后，我们就有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的一个预期，最终呢它可能会形成再往前看的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洗油。那么在周线级别上，我也提到了10月7日的这一周呢是悟空阴线组10月7日这周呢是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然后后面的行情后面的 K 线都叫干扰性 K 线，所以呢在周线级别上就有可能走出周线级别的下跌洗油最终呢让比特币的价格到达我们的预期点位$10,500附近。虽然今天走势非常惨烈，很多人在这个群里面都不发声了，或者是被割的就是他持有很多现货嘛，或者是多头被割的都没有办法发出声音了所以呢群里面也是非常惨淡但是行情的低点仍然没有出现抄底的朋友在这个位置上可以有一定的现货，一个仓位的现货，但我认为这个仓位要控制在自己的
总仓位的1/4或者1/5啊，这个仓位呢作为一个观察仓。观察仓是什么用的呢？怎么用的呢？这个仓位是你和行情建立一定的关系，不至于因为行情低点来了之后，你对这个价格不敏感而错失底部位置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仓位啊。观察仓呢，在任何时间点尽量还是有这个仓位便于你和行情和比特币的价格产生密切的联系啊。那么在更细节的一个时间级别也就是小日线级别目前正在处在一个反弹的过程当中这是一个小时线级别非常微弱的反弹并没有出现标志性的阳线的一个反弹因为它缓涨的情况下没有出现快速上拉的一个阳线，我们就认为没有出现悟空阳线但是这个反弹过程当中，你如何做空呢？我认为你要找到关键性的点位。那第一个关键性的点位呢，就在17300目前这个17300呢是小日线级别1440均线和1690均线所触及的一个位置。那么再往上方呢是18000点这个位置大概率是到不了的。所以呢，布局空单你可以顺势做空昨天晚上我会员群朋友就说我要在这个位置抄底，我说你再等等，这个位置不是底部你至少要耐心等待它反弹之后做空或者是顺势做空，你抄底这个位置肯定不对的所以呢，他今天早上特别感谢我，因为躲过了一个快速下杀的一个过程尽量不要在下杀的过程当中抄底那么对于做空，你要找到这样的位置就是大概是在17300反弹的一个压力位找到压力位附近在到达这个点位附近去做空，或者是顺势做空。顺势做空风险是较大的，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反弹到什么位置所以呢尽量是在反弹的时候做空。那么抄底呢，我认为现货有一定的仓位刚才我说了这里就不再赘述了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小日线的压力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4小时级别的压力4小时级别压力在17000美金附近因为这里是一个4小时级别1440均线和1690均线的一个粘合的一个位置，所以反弹到这里面你也可以布局一个仓位整体来说是17000美金到17300美金这个区间可以布局你的空单那么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有悟空一线和8节一线，那么你的止损位大概就可以设置在17500美金附近这样呢在周末走完之后周末今天周六，明天周日周日可能会有一些反弹但是越临近周一它的下跌概率就会越大因为我们都知道美股在周一晚间22点30开盘越逼近这个时间它的下跌概率会越大那么小日线或者4小时级别回补之后，行情大概率还可能出现继续的下跌最终走完这轮日线级别下跌洗油最终呢这个日线级别下跌洗油可能时间级别放大到周线级别，形成周线级别下跌，到达我们的目标点位所以呢，行情无论如何你要看长做短才有可能博取趋势上的利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方向是下跌方向位置你要找到合理的位置这个说辞我一直在说，已经说了很多遍了位置要找到合理的位置，同时分仓进场设置每一个仓位的止损最终可能会得到这个趋势上的非常巨大的利润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目前越接近16000美金，它形成4次波谷的概率越大4次波谷之后，符合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谷法则，可能会出现一轮急跌所以呢，目前对于多头和现货要规避风险。我们看到以太坊目前是领跌的我这个视频最开始我也说了，以太坊是领跌的目前在日线级别上跌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均线就是1440均线和1690均线绿色线我们看绿色线是1690均线目前1690均线已经跌破，证明它的趋势依然是要下行。同时呢，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已经观察到前面行情当中9月份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那么后面的所有的 K 线呢都是针对悟空阴线的一个干扰性 K 线，也叫妖怪 K 线
后面的行情当中，周线级别有杀森一线八阶一线、杀森一线、唐森一线的一个预期，可能会发生平行于6月份的这轮急速的下跌那么目前以太坊是领跌行情，通过这个交易对上来看然后我们看以太坊对 USDT 的一个交易对。在这个交易对上日线级别上，我们之前就说了形成箱体结构之后，突破了一个压力线一个1440均线，一个1690均线在4877高点形成的一个波谷连线位于$1700的这个压力位上，行情出现了一个下行动作。下行动作，我们看到了一个悟空阴线，一个8阶阴线，后面的 K 线呢都是对这个8阶阴线产生的干扰性 K 线到达这里之后$1300之后，我说上方存在$1400的1440均线和1690均线的这个压力，然后行情开始急转直下我们在前天提到了一个理论就是这个位置呢存在焦点位置是在21号左右这个位置呢是一个黑洞，我们认为这个黑洞会对 K 线有吸引力作用所以呢反复强调以太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空标的。那么目前行情正在不断接近$1100，$1100是前面低点878附近形成的一个波谷连线连过来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支撑，这个位置一旦跌破以太坊将迎来周线级别的唐僧阴线。往往唐僧阴线呢跌幅是最狠的，我们看到这个位置上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后面所有的 K 线呢都是8阶阴线，然后走杀僧阴线，杀僧阴线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所以呢后面的行情当中可能会出现周线级别的唐僧阴线，唐僧阴线走出来之后必然会跌破前面低点$881然后这个下跌可能会得到持续，因为我们看到前面4到6月份出现了一轮急速的下跌，但是我们在后面的行情当中没有看到与之平行的一个下跌过程。在 K 线系统当中非常多的能看到这种平行的结构看前面反弹上涨过程当中，我们会经常看到这种平行的上涨结构和下跌结构，所以呢我认为行情走到这里面平行于4到6月份的下跌的这个过程可能会在未来的行情当中出现因此呢目前以太坊依然要保持做空的方向一旦跌破$1100下跌速度可能会出现一个加速。我们看到很多山寨币都出现这种情况本来涨势还可以，因为比特币和以太坊的震荡呢，它的涨势还可以，但是一旦比特币出现快速下跌那么它几乎相当于比特币和以太坊的2到3倍包括我们之前非常关注的 EGLD 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低点$37。那么对于这种币种呢，我认为也一定会跟随比特币出现新的一轮下杀过程，然后呢，我认为有一些币种呢还是可以关注的因为我在昨天特别关注了一个 SNM 这个币种它在币安平台上流通量非常集中这个币种呢大概是有1000万枚在币安平台上筹码几乎所有的流动筹码都集中在币安平台，所以呢币安对它是高度控盘。在这种情况下呢，昨天出现了一个假的拉升动作拉升动作之后迅速下杀过来，那么耐心等待它横盘震荡的一个过程就是目前来看它的这个底部位置已经形成了一个底部位置之后，这个底部平台发生了跌破这是日线级别的跌破之后耐心寻找它的一个布局的一个位置。我们看到了之前它做了一个快速拉升的动作接近$14它的一个之前的一个最大涨幅呢达到了100倍的涨幅。那这么大的涨幅是怎么构成的呢？我们看到它的结构出现了什么样的结构？首先我们看到 0.23 附近的这个位置上它跌破了，跌破价格腰斩之后形成黄金坑这个黄金坑出现之后超级主力在后面的这个位置上
出现了一个爆量啊，爆量之后迅速拉升，并且在4小时级别上形成了一个我们理论上称叫4小时级别的上涨吸油。4小时级别上涨吸油之后，随之而来的是4小时级别的对称性的派发，然后价格到达了一个 0.68 附近形成平台之后再次下杀，那么它的价格还有可能腰斩，但是腰斩之后后面的行情当中，我认为它就有机会重新做出一波拉升动作。因为我们看到它的拉升动作100倍拉升动作是非常疯狂的，证明超级主力完全不缺钱也不缺筹码因为只有它掌握这个币种的绝大多数筹码之后它才有可能这样疯狂的100倍拉升之后高位派发派发之后呢，它还是伺机而动要做同样类型的动作。那么我们目前看到 0.66 0.7 附近的这个平台再次跌破之后，黄金坑会随着时间逐渐再次到来。那么它在底部这个黄金坑的这个位置上重新拾取筹码之后，我认为它还要回来重新做一个这样的动作。虽然时间可能会比较长，我们不清楚它什么时间来，但是我认为它正在做的这个动作就是要砸出一个黄金坑之后再玩一波快速拉升主动派发和股票不一样的是我们在股票行情当中经常会看到吸锁拉洗抬阳套杀的这个过程，但是数字货币市场往往这个过程会有一些省略因为庄家和项目方往往是同一家，所以呢它有的动作它可以省略掉吸收筹码这个过程。所以呢我们看到很多情况下数字货币涨得非常快非常疯狂，没有经过时间的锤炼，它就有很多筹码去把这个盘面拉得非常高，然后急速派发，把昂贵的筹码都派发给散户这个过程它是会反复做的。所以呢在这个行情下，我一再的建议大家可以做的是浪子回头币，可以做的是主力庄家非常靠谱的有动作的这个币种。那么昨天我也是通过推特了解到SNM它是俄罗斯的一个项目方那这个 CZ 是非常看好俄罗斯项目方的因为他对之前有个 Prom 这个币种就是俄罗斯项目方的，也是和这个 SNM 这个盘面非常类似大家可以看一下在前面这个行情当中，你看第一波拉升之后快速派发之后跌破这个位于10美金的平台底部价格在7美金，然后第二波快速上涨，然后继续派发这个套路在这个币安平台上非常多见非常多见。原因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筹码大多数在庄家手里钱在币安口袋里面，所以呢他经常搞这种事情这种行情当中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但是大家要耐心等待位置找到机会慢慢布局分仓进场，控制止损最终呢才可能得到突然而来的100倍币行情。总的来说呢，机会永远是给有准备的人的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